新闻相报，今天上个礼拜五24号，我们看我们的空军公布了2个短影片，也就是中国的轰6、中国的歼16，在所谓的台海上空的时候，被我们的 F-16V 所锁定。我们 F-16V 现在有最新型的狙击者夹舱，这个狙击者夹舱比过去我的距离多了5倍，我的清晰度多了10倍。也就是当你被我们的狙击者夹舱所锁定的话，我们的飞弹可以将你击落下来。也就是你刚刚看的画面。那个对中国来讲就是一个严重的警告，我看得到你，我就打得到你。但只有这2个影片吗？现在看起来并不是，因为中国的央视军事的荧幕里面特别提到说，原来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在南海一样，2架的中国军机被4架的外国军机挑衅，不但被挑衅，甚至用火控雷达所锁定。如果你用火控雷达锁定，你的军机就会等于说非常响出可怕的警报，响出可怕的警报就代表你已经被锁定，被锁定就代表你随时可能会被击落。也就是为什么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你就看到不管是台湾，不管是美国，两边都硬起来了，不但硬起来了，而且现在对中国的军机进行一个压迫式的攻击。我们看到现在台新金控的几个所谓的首席经济学家就提到，因为如果台海发生战争，今天有条新闻说，如果真的台海发生战争的话，影响全世界经济是160兆。他说没有，大概会比你想象来的更可怕。因为如果真的台海发生战争的时候，那不会只有两岸的问题，日本会被卷进来，南北韩会被卷进来，整个南海也会被卷进来。如果真的被卷进来的话，那真的是天下大乱。天下大乱的结果，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收拾。好，我们今天请到来宾的代表首位的财经专家黄色松，你好，大家好。好，这是美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强，大家好。好，第3位是财经专家吕国珍，大家好。好，第4位是资深媒体人刘一峰，大家好。好，第5位是资深媒体人张宇轩，大家好。好，第6位是战略专家林立辉，大家好。走。拜登居然突然讲得非常的明白，当需要保卫我们的盟友、我们的核心利益的时候，我们一向愿意使用武力。这是在讲到台海的时候，他以前曾经讲过，他会考虑。可是这次居然讲得这么白，为什么讲那么白？因为刚刚讲，现在所有人推估，如果台海发生战争，对这个世界的冲击是无可估算。而且美国之前本来想要说，我要找地方来取代台积电，我要找地方来弥补这些损失，结果美国花了1年多的时间，他想不到对策。当想不到对策，你就发现美国最近的态度完全不同了。而且这几天的时候，拜登在出席这个西点军校的时候，他讲什么？当需要保卫我们的盟友、我们的核心利益时，我一向愿意使用武力。好，抱歉，他又讲出了他特别说维护台海的和平，虽然他是把台海归入到这个盟友该有核心利益中。不是你说美国要保卫他自己的国家，一向愿意使用武力，这没有问题。对，连保卫他的盟友、保卫他的核心利益，接下来谈到台海问题，对，把3个绑在一起了。抱歉，台湾是不是核心利益？是核心利益啊！我们台积电或是台湾的供应链对美国的经济影响之大，美国现在的第2大权值股苹果，第3大的这个辉达，全部都是靠台湾了。台湾管的话，美国也完蛋。所以事实上，美国的核心利益的确就在台湾。所以你有没有知道，他这是第4度讲了，愿意出兵保卫台湾，第4度咯。而且这次比较不一样的是什么？美国国务院还有美国相关人都没有否认这件事情，没有人在否认了，所以这个气氛完全不一样。尤其是你知道，这一次上礼拜不是中国军演吗？中国军演的时候，宝姐你知道，我们台湾释出画面是说，我们台湾呢锁定了中国的这个军机，包括说他们的轰6还有歼16都被我们台湾锁定，对不对？宝姐不是只有这样啊，中国官方报道什么？我们有这个军机，我们被外国军机锁定啊，所以显然还有外国军机在这个地方啊。他讲哦。他是在南海地区执行飞行任务。他说，飞行员名字都有，叫王宗元，跟他的同僚执行任务的时候，遭到4架外国战机挑衅。什么挑衅？使用火控雷达锁定他的军机。我们知道，当你被火控雷达锁定，就代表你已经在人家的导弹射程内了。对，所以显现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来说，不是只有我们台湾去锁定他们，还有美国的这个外国，大家都说是美国军机在锁定他们。好，那你想说，那难道所以这几天的时候，才有中国的这个网友说，事实上这个军演不是中国军演，是美国还有台湾在军演，我们是很认真的锁定了中国的这个军机。好，那你要想说，中国军机呢，他如果胆敢如果跨过一步，除了F-16可以轰掉它之外，宝姐，你知道在上个礼拜的这个军演的过程里面，我们台湾出动了多少东西吗？我们台湾雄三来说，在台中啊，在乌石港啊，或者在垦丁都看到之外，我们的天宫飞弹也出来了。
这个天空飞弹是我们的防空飞弹，我们防空飞弹也架出来，确定天空出来了。对，万一说，如果你真的蠢动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会有相关的动作。另外，我们还有陆射的天剑飞弹。陆射天剑飞弹是我们原本是空对空，我们现在把它改成陆射版，也可以打击对方的这个飞机。对，所以就是说，它不止被我们锁定，它胆敢过来的话，真的我们台湾的万箭齐发，可以真的是形同刺猬岛般的把它轰下来的一个状况。上礼拜只有提到说，我们这个刺猬岛每个地方都动起来了。对，可是当时释出的画面只看到你的熊3飞弹、熊2飞弹，在这个所谓的停车场，在一些周边的港口附近，就没有想到，现在刚刚讲的我的天宫飞弹、我的天剑飞弹，甚至刚刚讲的大肚山里面这个天宫飞弹已经就定位了。对，你看，这就是我们大陆山的这个七爪阵地这个地方，你看有非常多的这个天宫山的飞弹车都来到这个地方，所以台湾呢上礼拜军演我们是玩真的，中国要军演我们就跟他对峙的这个军演是玩真的，反而中国呢是一直用动画啦、用影片的方式在军演的一个状况，而且现在这个媒体的报道形容中国这些什么状况？他说中国现在的军机对是被什么装满子弹的枪口所抵着。第一个就是我们的 F-16V 已经可以清楚的看到你，清楚的锁定你。而在中国南海本来以为说我也照看，我爱来就来，我爱走就走，就他们现在越来越清楚的是两架什么？两架的歼11，两架的歼11是碰到谁？碰到美国的 F-18被 F-18的火控雷达所锁定。好，宝姐，事实上这一次的这个中国军演里面来说的话，真的被我们台湾跟这个美国军方锁定。我们现在讲台湾，我们台湾这一次锁定他们哦，宝姐，你知道，锁定的时候其实中国军机并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我们知道锁定军机有两种方式，一个是用雷达锁定，火控雷达；另外一种是用什么？雷射锁定。我们这一次我们的狙击手的夹舱呢，就是雷射锁定。雷射锁定是因为如果你被雷达锁定的时候，雷达会有雷达波，我相关的人我会知道。那如果假设我们用雷达锁定他们的歼16跟轰6的时候，锁定的时候他们会知道，他们的机舱里面888会响起警铃大响，我已经被锁定的这个状况。但是这一次他们完全不知道，因为他们是被这个所谓雷射夹舱，雷射夹舱就是毫无预警。而且简单的来说啦，它就有点像是远程的狙击手，你根本不知道他在瞄准你，可是他已经瞄准你了，他只要一开枪的时候出去，你是完全挂掉，所以因为你完全不知道。叫做狙击者夹舱。对，好，那这是我们的狙击者夹舱可以锁定50公里以外，也就是说，事实上在50公里以外，我们就可以发射飞弹，直接把你干掉。所以这个狙击者夹舱来说的话，是过去台湾都没有。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公布这个照片？因为告诉你狙击手夹舱，我们有这个东西，你要非常非常小心，因为我们锁定你的时候是你完全不知道的。而且这个非常妙的是，以前我们就算在锁定，我们也不会公布。第一个，我们不但公布了，连美国都不演了。对，没错。好，美国不演就是我们讲到嘛，这是中国的解放军说的。他说他们在这个南海地区发现到这个4架这个军机，这些军他们这一次就是雷达锁定。雷达锁定的时候，宝姐，他们这些飞行员知道会被锁定，所以他们还说，我们经过了一番的这个挑战之后呢，我们脱逃了这个相关的对，把这个解除了这个威胁。所以呢，事实上这一次的这个状况是，美国跟台湾都同时对你中国军机进行一个锁定的这个状况。而且你刚才讲的。这一次不是讲着，那中国的网友讲，那根本不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军演，那根本就是弄了一个机会，让台湾可以作为这个军事演习的作用。这也可以看出来，我们在中低层的防空已经做到滴水不漏。对，没错，我们都说台湾是刺猬岛，对不对？我们的防空武力是全世界数一数二。那我们在中高空里面来说有复仇者飞弹，那有爱国者飞弹，另外一个我们在短程的话有刺针飞弹，但是中程的话就是用我们所谓的这个天宫啊，还有剑2等等的防空系统，尤其是剑2防空系统来说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演训。而且这个剑2来说的话，就是涵盖中程，我们远一点点是这个爱国者，短程一点是刺针，就是中程的这个飞弹。这一次所有的你看天宫飞弹都完全出来，你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目前为止天空这个所谓防空飞弹会涵盖的范围，你看，几乎把我们全台湾整个我们台湾这个本岛、澎湖还有金门、马祖都完全围得非常清楚，所以等于是说，我们这个所谓剑2可以有效射程是15公里，那爱国者是大概50公里左右，所以完全可以锁定你，包括说像你的定翼机啦、旋翼机啦、无人载具、巡弋飞弹，你只要飞过来的时候，我们完全都可以将你击中的一个状况。而且刚刚讲到，在这个说5月9号的时候。他们还进行过这个所谓的实弹演习，真的已经命中标靶。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命中这个标靶。所以天剑原本是从我们的这个天剑的防空型的空对空，改成是陆射版的这个状况。还有那个你更不用讲，还有熊2、熊3也都出现了。这次熊2、熊3都出现在包括说像乌石港啦，或者台中港，还有在垦丁都出现。
所以这次等于是台湾把我们的这个空军的实力，还有所有的陆射的这个实力，完全都展现给你看。好，我们看到在上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中国要挑衅台湾，对，然后呢，不断的跨越台海中线，不但跨越台海中线，一直在逼近台湾，对。可是当我们把2张照片公布之后，他不来了，会怕还是会怕？为什么会怕？好，宝杰，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这我们都会公布了这个解放军进入我们的空域的这个活动范围。你看一下，那时候呢，这个在23号的时候，你看他们空域，这个地方都有了，这个地方还有解放军，这个地方还有解放军，然后24号的时候也是一样，哇，越来越夸张，因为还有在东部逼近台湾，所以他们还飞到东部来，都这样。但是我们公布照片，你们轰6这个歼10-6被我们锁定之后，宝杰你看。他们现在就只有在这边，而且他这一次没有越过台海中线了，就没有来了。所以显见到，马西也惊啦，我们被锁定，尤其是被我们的电战夹舱说无声无息的锁定的时候，他当然会害怕，因为你完全不知道，我只要一扣下扳机的时候，阵亡的就是你了。好，那当然今天有一条新闻，就是如果台海发生战争的话，对全世界的影响大概是5兆美金，160兆左右的一个台币。刚才讲台新金控的首席经济学家李正宇他讲没有。不是只有这么一点点数字，是的，他说会到了20兆的美金。对，为什么要这样讲？他说如果台湾发生战争的时候，不会只有台湾，北韩会不会攻下来？今天中国会不会去打日本？还有在整个南海会不会整个也会变成了整个有烟硝味？所以是整个第一岛链。会整个战云密布，而且事实上台湾被打下来的时候，不是只有台湾自己本身，是全世界的经济大概毁了半条命。为什么这样讲？你看台湾的供应链来说的话，是全世界半导体还有科技产业的重心。日本也是一样，因为日本可能第一个时间会被中国攻击啊，北韩也会攻击南韩，这3个地方都是目前全世界最重要的科技啊或者各式各样的生产重镇。3个地方挂掉，就全世界就挂掉。所以为什么美国会那么担心？因为事实上台湾就是美国的核心利益。所以拜登才会在这一次西点军校讲了第4次说台湾是我们的核心利益，我们绝对会出兵保卫台湾。宇轩，美国要去对付中国，刚搞了一个滨海作战团。那滨海作战团，我们只大略的知道说，他们来了是打带跑，下边怎么西13洞下来，西13洞下来以后，海马斯下来，海马斯下来了以后呢，上面的火箭弹瞄准了中国，嘣就给你打出去了。有这么简单吗？现在有更清楚的消息，就是现在不是。美国跟菲律宾搞肩并肩吗？不是有很多这军事演习吗？搞不好他是玩真的，他们就直接让他们的海军陆战队在这个岛上直接降落，降落了以后，我只给你最基本的粮食税，你这边给我待3天，待3天，你要进行测量，测量了以后，你要怎么安排你的这个所谓的起降点？你要怎么样安排你的海马式？你要怎么样进行攻击？原来美国对中国都已经有一套完美的计划了。对，宝仁哥，美国它是用所谓滨海骑士这个东西来去形容，说滨海骑士，骑士是什么意思？就是我打游击，对不对？他是玩真的，为什么讲玩真的？因为他直接把这些海军陆战队丢在我们讲菲律宾，它北部有一个叫做巴丹群岛的地方。你说宇轩这个地方哪里重要？因为它是属于南边的隘口，中国解放军如果要通过的话，一定要经过这边所谓的巴士海峡嘛。那时候宇轩撒那边要干嘛？因为第一，他把所有海军陆战队丢下去之后，只给他3天的时间，说好，3天你们这些人没有重型机具，也没有重型的车辆，更没有直升机会去帮你，你就是一个人，然后带着你的导弹，带着雷达，自己想办法找生路，自己想办法找出路。他说为什么会这样讲？3天。只给你3天的粮食，给你3天的水分，你自己在这个岛上活下来。对，宝哥不只要活下来，你要搞清楚这个岛，搞清楚，搞清楚这个岛要怎么打。理由很简单，他说，如果我们用一些重型的机具如果我们用一些雷达，用一些精密的设备，它会有个疑虑，因为离中国太近了，那情况下会干嘛？你会被侦测到嘛？因为你躲在这边就是要让人家神出鬼没，要搞游击，要搞不对称，要搞突袭嘛。所以他说他们下来之后，第一个任务要干嘛？先找水。所以他们带着这种净水器，他们要去爬出什么？我到底哪里有河川？到底哪里有河流？哪些可以是为我们所用的水资源？把这搞清楚之后，再来弄第2件事情。我可以通过哪些道路，甚至是当地的村庄有哪些的车辆？比如说这些车辆有这种发财车，可以载送我的雷达，可以载送我的导弹。然后最惨的状况是什么？我要补链。他的堡链开始这边爬到高处，山丘地形哪边？他说我可以距离这个巴士海峡，也就是离台湾越近越好。但是说为什么要做到这种地步？因为理由很简单啊，他要出其不意嘛。当整个中国解放军过来这边的时候，如果连美国、连美军的高层在这个期间
都不知道这些海军陆战队躲在哪里，人在哪里，神出鬼没的。中国也不知道，中国也不知道嘛，我不让你完全没有办法心理准备，等于是什么？你想要打台湾，对不对？这个叫什么？螳螂捕蝉。那请问一下，美国变成什么了？黄雀，黄雀在后，因为这个黄雀东奔西跑，所以他们讲持这种反舰式的导弹呢，比如说 EAB。连美国都不知道说这个海军陆战队，我今天这个时间点下午3点在这边，那我可能5点我又跑到那边去了，我一直不断的在移动嘛。但问一下能不能以小博大？可以，当然可以啊！我就一组一组，他分了一组6个人，一组6个人，那6个人是不是带着一组导弹加雷达？我等到我要攻击的时候，我才发动我的雷达，开始侦准的目标。打完之后我干嘛？马上跑。所以说，他必须要事先把这个地形规划。在第二件事情，大型的机具在进出运行的时候，它都很有可能会引起太大的目标，对，甚至被侦察到。所以它要变成什么？因为中国也不是吃素的，中国在这边也有雷达，它在空中也有飞机。如果你真的大动干戈，或者是你这个所谓的动作非常大，中国就会知道说你怎么进来，你怎么离开，你会把你的所谓的重要的机具，你会把你的火炮放在哪里？对，所以他们真的是名副其实的游击兵队。为什么叫骑士？因为他们等于是融入当地的居民群众，融入在里面，而且呢，他没有给这些海军陆战队任何的教战守则，就是你下去凭着自己的作战经验，凭着自己的生存本能来把这个地形劲爆，等于说你要当你自己家摸熟了之后，这个岛屿忽然会变成什么？所以这就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他就把你丢到，我跟他讲，本来以为说只有到阳明岛，现在旁边的伊拜亚岛，他也在这个地方进去了以后，你就给我徒步，你给我走路，然后跟当地的人做关系，做好关系的时候，你该怎么标定？你的武器要怎么摆？这3天你要给我搞清楚。对，没有错，而且是利用地形地貌。那宝杰跟我反问一件事情啊，我们刚才讲的是亚米岛跟伊拜亚岛这2个都属于巴丹群岛里面。那我问哦，整个第一岛链的沿线，也就是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整个第一岛链里面有多少小岛？应该有100个吧。那如果每个美军都这样玩，包括我们讲的日本的宫古，以及呢以南的台湾的巴士，对这些上面的小岛，包括西南诸岛，零零碎碎的，有些可能才几千、2500平它方公里大，都可以，全部都变成美国的临时战略基地嘛。而且海军陆战队只要一组人撒下去，请问一下，能不能对中国产生非常严重的恫吓效果？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啊。所以它等于是全面封锁，因为他们现在战略想定很重要，也就是如果大陆要用 A-to-A-D 把整个门关起来，那我们这些海军陆战队干嘛？我等于是伸一只脚把这个门卡住，而且在你过去之后，随时我都有可能从你的后方突袭你。而等我后方突袭你之后，拖慢你的脚步之后，我的友军又会突破你的 A-to-A-D 来到这边。所以这是美国现在目前整个大战略。但你说这2个岛重要在哪里？各位，你仔细看这个距离有多近。首先，我们刚才讲到的，这是美菲这次在4月份的演练，距离台湾多少？160公里。140公里，所以各位，你看到的这个是与台湾的距离，但我看到的是什么？这是大陆中国解放军唯一能够通过的海峡。所以这边只要全盘封锁了，因为它总不可能绕到菲律宾这边嘛，那是菲律宾的领海嘛。所以你看他们怎么形容？他说这个是新岛国战士、新岛军战士。所以你看，美国透过这样的方式，就可以造成大陆无形上难以突破第一岛链，非常的窘境。吴总，你是最早提出说要关注。美国现在它的滨海作战团已经完全改变了整个东亚的作战态势。因为我讲嘛，我是航空母舰来，航空母舰来了以后，我的军机过来，我的驱逐舰过来，我的陆艇过来。你说没有？现在这个滨海作战团是打带跑，打了就跑。那怎么样打了就跑？他今天公布的是，他是非常费功夫的。原来在第一岛链里面的所有的小岛，美国海军陆战队是实打实的用自己的双脚，带着最简单的机具。在这个所有的岛上全部都勘察过一遍，不但是勘察过一遍，怎么进攻、怎么退、怎么防守都有东西了。对，因为长久以来，过去20年的结果，因为这个整个中共建立了非常强大的所谓它的导弹部队，对，它的火箭军嘛。那这个火箭军建立起来的话，它已经部署了整个对西太平洋的 A-to-A-D 了，就是这 A-to-A-D 把整个西太平洋封锁，包括台湾嘛。所以他认为他们才开展吹牛，说还有什么什么东风快递啊，对，能够关岛快递，关岛快递，那主要是针对的美军的航母。那美军的航母一烧的价钱金额不菲，这个是几十亿那个是非常高的金额的预算的建造，然后舰上的士官兵总共将近平均到5000多个人，经不起任何一次的失败嘛。所以美军才发展出来所谓的滨海作战团。滨海作战团的发展的目的是很简单的概念，就是他把他的海军陆战队，把它改编编制成能够发射导弹部队，
这个是一个概念上的一个改变。对它一个非常小的，它可能是一个连的一个兵力，会变成一个飞弹的一个发射部队，它是陆海整体的作战协同作战能力，然后它不断的在西太平洋跟菲律宾左右的小岛部分，包括我们台湾很多默契跟他们应该都建立起来了。对，它就很快速的投射。那你现在它可以在菲律宾给你看到，就是说它有在这边的这个在这个岛屿的作战能力了。对，就假设它有碰到有这个短兵相接跟陆军相接的时候，它还是有作战能力。但是更可怕的不是这个东西，它更可怕的是制敌之机先呐。它这个滨海作战团的目的是攻击性的目的嘛？对，它分散了以后，然后再发展出来就是导弹的射击嘛。它这个射击的话，就是直接破它的 A2AD 啦，就是你中共所有的有可能发行这种什么中程导弹的话，我都有可能帮你轰炸到，包括你的有所有的高价值资产的这些的攻击的目标，它全部帮你设定好。然后在菲律宾部分更重要，因为菲律宾那边就是所谓的它中共的潜艇进入西太平洋的关键的那个入口，这个关键的入口的所在。那个地方如果开始作战的话，唯一美军抓不到中共的部队的地方就是它的潜舰嘛。那它的潜舰来讲的话，它可以发射这个所谓的这个战略武器啊。对，所以它必须要把这边封锁住啊。这封锁在这边，再封锁到这巴士海峡这个进出口的地方的时候，那我请问你，它美军的潜舰会不会出现？一定有的，美军潜舰一定同时出现了嘛。所以在这边其实是个立体的作战的可能性啊。所以这个巴士海峡进出西太平洋的地方，将来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玉凤是在最近的这个两岸兵凶战危的时刻，有2架飞机被高度重视。第一个是 F-22，F-22是美国非常重要也是最贵重的所谓的战机，F-22是绝对不会外销的，只有美国人才有。这一次他居然干嘛？派了一个中队，约莫18架的 F-22。到了哪里？到了普天间基地。到普天基地很明白的，我就是冲着中国而来。另外就是 F-16V，F-16V 刚刚讲它是升级了以后，没想到它的夹舱可以这么精准的用雷射盯住中国的战机。而现在不管是看到了 F-16V，你现在不管看到 F-22。那是真的能打的。对，现在来讲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F-16V。F-16V 呢，其实在过去的它的服役时间非常的久，但是呢，它的升级系统一直是系统升级，一直往上之后呢，现在变得非常厉害。而且呢，在过去来讲 ，F-16V 我们都知道说，哇，如果对岸的飞机过来之后，我们就起来伴飞，我们就在监控它。现在既然可以锁定它，而且呢，我们自己发布了一个影片，这影片呢，把这个小牛飞弹 Maverick 给发射出去了。过去来讲的话，我们有没有这个飞弹？有啊。小牛已经给我们很多年了，但是呢，很少会直接把它拍得清楚，而且还有一个镜头，大家可以看一下。你看在发射之前，我们的 F-16V 可以发射小牛飞弹，发射小牛飞弹 Maverick， 而且还在发射的时候还特地把镜头攀过去 US Air Force， 先把这个东西拍得清楚，告诉你说呢，以前我们有没有这个小牛飞弹？我们有，但是呢，我们现在把它直接从整个武器挂载上去之后呢，然后呢起飞，然后呢按发射，直接都PO给你看，让你知道说呢，我们现在是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威慑的一个能力。好，那这是 F-16V。另外来讲 ，F-22就更神奇了。F-22作为这个第5代的一个战机啊，以前来说的话，它很多的画面都是不会释出的。这一次来讲的话，我们看到说你派那么多来一个中队18架的 F-22。那么多的第5代战机一起到这个地方来看，然后呢，F-22为什么厉害？你说这个是 F-22的驾驶，对，他上去的时候，要把他这个什么的，那个裤子，他那个裤子是防压力，对。他把它弄好才能够进得去。为什么呢？因为你 F-22它是第5代战机，它的性能太强大了，你人不一定撑得住。如果你的居力到达9的时候，你会昏迷过去。所以呢，你这个裤子你要把它的血液往下压好了之后呢，你才不会因为缺氧整个昏迷过去。而且它上去之后，你可以看一下，其实过去来说的话，很多人在讲说你 F-22有什么了不起？对岸也有歼20，那这个东西其实上去之后，你看到它直接往上拔高，旱地拔葱的一个画面。这个画面其实是震惊的世界，因为过去来讲的话，没有战斗机可以这样子直接平行，然后直接往上拉起来。拉起来的话，它可以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
从100公尺到了4500公尺啊，拉上去之后呢，你现在画面看到的就是一个落叶飘。为什么它也会落叶飘？为什么要做落叶飘？因为它虽然它是第5代战机，它有隐形，但是如果被锁定的时候呢，导弹打过来之后会追着它跑。可是当我落叶飘的时候，它是真的把这个动力整个拉掉。它会苏35的落叶飘。你的落叶飘下去的话，你的导弹就追不到它。当追不到它之后呢，它可以重新把这个机头往上拉起来之后，重新从后面来锁定来打你。所以呢，这 F-22为什么它真的是这么厉害？它除了会隐形，除了会超视域作战之外，你真的遇到它，你要跟它缠斗，你可能也打不赢它。好，体会。刚刚讲的这次大家非常特别的是，我们居然公布了2张照片，我们锁定了对方的歼16还有轰6。这个他们讲，以前为什么不敢做？难道你讲说顾立雄上来，顾立雄当这个国防部长真的这么敢吗？对，这是他的起手式，你知道吗？这是顾立雄起手对，式。你知道以前的国防部长是这样子，如果遇到这种军演来讲的话，第一个记者通常会报什么东西？就是我们国防部长进到衡山指挥所。结果这次记者问顾立雄说：“哎，你为什么没有去衡山指挥所？”他说：“我不需要。为什么？因为国防部已经成立应变中心了，所以所有顾立雄没有进衡山指挥所。他为什么不进衡山指挥所？我觉得这个事情跟过往的做法完全是不一样的。其实国防部已经研究很久了，有一段时间研究很久了，就是说现在都在讲灰色地带，灰色地带。什么样的方式来对付灰色地带最好？因为他不跟你打，然后他又不是和平的方法，每天吓你，不跟你打，所以每天在吓你，每天吓你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把他全部东西全部对外公告。所以他为什么要用应变中心来对付？要取代过往所谓的直接进到衡山指挥？因为你知道进到衡山指挥所代表什么意思？就可能要打仗了。那今天来讲的话，就告诉你说不一定要打仗，不会打仗，不一定会打哦。但是呢，问题是什么？对方又来骚扰哦。那怎么骚扰呢？我就放照片给大家看。所以你看到这一次来讲的话，他为什么先成立这个应变指挥所？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非常重要。以往大家都在骂邱国正，什么？哎，完全不知道你要做什么。对啊，你要怎么应对他啊？大家都不知道。这一次顾立雄在第一时间，你看523开始进行军演的时候，他已经对外宣布了，第一级反映第一级的权力在谁手上？在我手上。他对外直接就说，这国防部长我顾立雄来做最后确定。这有一个动作是什么东西？就是安定军心的概念。所有各级部队来讲的话，就知道说啊，原来最后都是国防部长做决定啊，我不一定要等到总统，我不一定要等到谁，这个讲给谁听的？讲给所有的将军们听的。说我来做最后的决定，啊，你们不用再去跑去找总统了，因为总统已经授权给我了，我就来做这些事情。顾立雄有这么大权力，非常非常非常，所以代表什么意思呢？他所有的讯息来讲的话，可以上通到赖清德这边。好，即使来讲的话，再来一件事情，我觉得非常重要。你以为 F-16可以随便都放照片出来吗？当然不行，对嘛？那一定是不是有美国的同意的情况之下？当然。那为什么？因为我曾经听过说法是说，我们 F-16要做任何维修，F-16连一个螺丝你要把它给打开，你都要美国同意，更不用讲要把这个照片给公诸于世。是啊，所以代表什么意思呢？顾立雄应该也取得美国这边的点头，至少不反对嘛。那用这种方式来讲的话，就威吓中国说，我今天没是用射控雷达锁定你，我是用所谓的狙击手的那种视野来放出照片。你看那个照片来讲的话是白色的框，它不是锁定的红色的框，所以什么意思呢？它是有区别的。那这种方式来告诉你说，哎，我在你后面，我看着你了，我随时可以打到你了。那这在威吓中国，为什么让他这几天来讲的话，军机不敢过来了？因为你跟我玩真的，所以看得出来就是他的起手式，他起手式非常重要，他让他这个国防部长当得很有权威感，你知道吗？就是说整个像有人讲说，他以前是国安会秘书长，把国安会秘书长跟整个国防部串在一起，他压住了军方的这一套，也就是说，他其实有时候呢，对外来讲的话，先要巩固内部啊。那内部来讲的话，大家不听话啊，那这边唱他的调，那边唱的调，你知道吗？就是讲说应变中心还有第一级的，这是什么？这是国防部的联合作战处的这个处长。一个处长就可以出来这个讲，以前不敢哦。以前这些处长来讲的话，他们基本上都要等部长或是发言人去讲。现在代表说顾立雄有授权给他们，你们可以对外去讲这个东西。所以显然赖清德的做法跟蔡英文的做法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说这个以前进衡山指挥所，现在是国防部应变中心。这个应变中心是第一次这么做的，是第一次这么做的。以往来讲，我们只有在所谓的救灾，比如说地震、台风，那时候会成立所谓的类似应变中心。而现在国防部这个应变中心是一改过往进入到河山指挥所或是远山指挥所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作业程序。而且你刚刚讲，现在不是只有 F-16V， 我锁定你的歼16，锁定你的轰6，现在连 P-3C， 你的所有的中国的军舰在海面上所有的作为，我也公布给你看。
重点就来了，台湾要那么多 P3C 干什么？以往马政府的时候就开始采购 P3C 了。有人说这个 P3C 侦查到的所有的资讯，同步的会回传到美国去。对，所以什么意思呢？其实都在做侦查。现在目前的这个演习动作，当然他这次没有丢飞弹，但是他有实际上把军舰跟军机派出来。这时候我们用 P3C 去侦查他的军舰，然后用 F16升空，然后去盯着他的一个军机，同时间把所有的讯息传回到美国去。政治观点、独家内幕、国际趋势、财经焦点，重案解密，火线搜起，全方位爆内幕，话题不设限。我是张道和。周一到周五关键时刻，周六周日决战关键，等你来上线。